這個整個湖景的風景波光粼粼的，看起來好漂亮哦，把我的煩惱都忘掉的感覺。哦，你成語用的不錯。明德水庫不但波光粼粼，而且多彩多姿。你知道嗎？明德水庫是台灣本島唯一有湖中島的地方。湖中島，所以說這邊有很多個島嘍。它不止一個，它總共有3個湖中島，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進行跳島的旅程。哇塞，跳島旅程感覺超有趣的。而且啊，我們還要體驗2025全新開放的遊湖，以及呢最近有一個新開放的高空體驗，相當多元，每一個島都有各自不同的玩法，還有小動物可以互動哦。哇塞，所以這邊不止療癒，有漂亮風景，還有有趣的體驗，感覺超好玩的啦。對啊，跳島去嘍！耶！我覺得這有一種我這一生都沒有辦法加入馬戲團成為特技演員，現在我做得到，這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哇哦，下面超漂亮的。听说比较需要力气，舒服比较適合。我觉得那個好吃，指關節好痛哦，梅姐。你看看，我們要遊覽明德水庫，第一站呢，我就先帶你來嘗鮮。而且大家船上遊湖這種體驗很新奇耶，我第一次這樣子。對啊，所以才叫嘗鮮吶。這可是2025年11月1號才開始試營運的搭船遊湖新體驗。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看一下明德水庫，還可以到湖中的3島近距離接觸一下哦。哦，對啊，以往只能遠遠的看着別的島，現在我們可以直接近距離接觸嘞。沒錯，但是當然還是要謝姐姐帶着我們一起嘍。嗨，你好，姐姐，我們搭船遊湖今天會到我們明德水庫湖中島裡面的海棠島，對不對？對對。所以海棠島是離我們搭船出發的點最遠的一個島。對。湖長8公里，那它的形狀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形狀啊？類似珊瑚的形狀，就不規則的。哇，很多。畢竟以前就是一條小溪嘛，它是後龍溪的支流，叫老田寮溪。那這樣子的形狀也會讓我們在搭船的時候，常常會有一個轉彎，又看到不一樣風景的感覺。是的。所以我們從那邊過，我們還有一條類似長江三峽的秘密景點。而且市長，你有沒有覺得船好安靜哦？是啊，而且很平穩。因為我們是電動的，對，你不會有油煙味哦。對啊，因為水庫它算是水源保育區，所以一定要這樣子的電動船才可以兼顧到生態的平衡。而且我覺得也很安靜，你可以慢慢的欣賞大自然的風景。是啊，這湖光山色真的很漂亮。我們今天到海棠島上也有很多的遊程，對不對？對。那要請謝姐姐帶着我們一起感受了。好哦。現在我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我們的鴛鴦島，各位有看到上面現在有一些設施，對不對？那就是我們全台灣第一個有空中滑索還有空中腳踏車的水庫哦。我們從那個碼頭區6層樓的高塔滑過來，滑到鴛鴦島。然後再騎空中腳踏車回去那個我們的碼頭區，是這樣的操作。我們為什麼要叫鴛鴦島啊？以前這就是一個無人島。它大概占地呢，就是150坪左右。那平常就是没有人到達的地方啊，就長滿了相思樹。那樹林裡呢，因為沒有干擾，就會有那個候鳥鴛鴦。最起初大概有20-30隻，就一直停留在裡面。湖面上都是有小魚小蝦在岸上嘛，所以這些鴛鴦它有食物，它就是不被干擾，都一直聚集在那裡。啊，是鴛鴦情侶在那邊談情說愛。是啊，約會聖地，對。是啊，所以我們就叫它鴛鴦島。那過了鴛鴦島，我們現在前面看到的右前方，就是我們全台灣最大的湖中島。前面有沒有看到吊橋？有。這座吊橋叫1號吊橋，另外一座就是2號。那現在它改名字嘍？改名字了，改什麼名字？因為日新島現在也有人稱它為幸福之島，因為在民國97年有99對的新人在這
邊辦了集團的一個結婚，從此之後我們就稱它為幸福之島。那這2座吊橋就改名字啦。這一座我們即將要過的就叫天長，那另外一座就叫什麼呢？地球。對了，待會我們也看得到。天长地久，包夾着愛情島。是，你看那邊又有鴛鴦，這邊又有新人。那人家說只羨鴛鴦不羨仙，所以那裡是鴛鴦聚集的愛情島，這邊就是神仙眷侶可以一起來約會的愛情島。是的，而且這名字取得超好，寓意超好。對啊，是的，愛情島又天長地久的。是啊，是啊，是啊。我覺得航行到現在，除了像謝姐姐跟我們分享的鴛鴦島、日心島之外，整個視野看過去是非常的舒服。因為明德水庫的水色，一般我們會講水色是藍的，湛藍湛藍。可是明德水庫它的水色是非常的綠的，它是碧綠。我知道，因為周圍有很多的森林。你太聰明了，一般游客猜不到哎。真的嗎？就是森林的顏色倒映。对，因為我們2旁的那個樹林啊比較靠近，不像日月潭這麼廣闊嘛啊，我們比較窄，所以它反映的是2旁的綠樹的顏色。但是水真的很澄澈，因為它映出的綠非常純粹，很深綠的感覺。對。我們馬上就到海棠島嘍。接下來我們會到島上看客家擂茶意象的舞蹈，還有品嘗我們客家的擂茶，邊喝擂茶邊看表演哦。表演很精彩耶，在山水之間有这麼雅致、柔美的演出，完完全全跟明德水庫的這一幅山水畫融合在一起了。對，一般我們看這種舞蹈表演都是比較平面的，它這個有一些特技的東西在裡面，我覺得非常的驚豔。然後我一邊看着表演，一邊喝着擂茶，我覺得我是個文人雅士的感覺。對啊，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是謝姐姐，她其實把茶這件事情融合在了舞蹈當中，所以其實跟我們在地的文化也是有連接的。對，擂茶還有客家有奉茶的文化，它在舞馬裡面都表演出來。對，有擂有鳳，有鳳，對，然後有茶的四季，是那個四金菜就代表我們的春夏秋冬四季。哦，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珠鏈在轉動啊？對啊，那就表示下雨啊，雨灑大地，滋潤我們的茶葉呀、茶樹啊。所以它不單單只是一個表演，我覺得是看那個故事的感覺。對，它在自然之中有人文的表演，可是在人文當中又融合了自然。是啊。明德水陸空體驗，水的部分完成了，現在我們去空中體驗吧。超期待的。從高空俯瞰明德水庫，是不是又是不一樣的感覺？對啊，薇莉姐，這邊風景很棒哎，跟我們剛剛遊湖的風景完全不一樣，這邊很讚哎。所以你不害怕？
不會啊，我是傘兵哎。哎，對，你是傘兵，但是我覺得对有一點懼高症的人來說，待會兒心理負擔也許會增加一些，因為我們不光光是站在這裡看而已，我們要飛越整個明德水庫的湖面。哇塞，所以這邊可以玩滑索，第一次在台灣玩滑索哎。這可是明德水庫最新的高空體驗，而且教練，我知道這是我們台灣西部算是最長的一個高空滑索體驗，對吧？沒錯，它這個整亂滑索的距離大概是330公尺左右。330，那高度呢？高度大概是落在20米到25米左右。对。所以我們也可以在高空滑索的過程當中，等於完全視野無障礙的俯視整個明德水庫的水色。可以的，而且你在上面是可以去做旋轉的，所以可以一路這樣子看着過去，是非常漂亮。哇，那我們準備好了所有的安全，還有所有的確保，裝備都穿好了，我們就可以好好感受一下這個最新的明德水庫玩法嘍。哇，好期待哦！因為我光是站在這邊看過去，明德水庫的水色，還有遠山近山那種層層疊疊的感覺，我就已經覺得非常棒了。我覺得在有速度的狀態之下，應該會更有電影感，因為可以從水面上飛躍過去，我覺得跟之前我們體驗在森林裡面滑索穿梭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在水面上的空曠感會比較高，因為森林的話，你左右還會有比較多的林木包圍着自己。現在就是完全是在一個空曠的範圍裡頭。I'm ready。第3道滑索準備出發，是否收到？3、2、見嘍1。Go！ 呀哈！風阻！好遼闊，我的天哪！哇塞！明德水庫好美哦，超大的，整個非常的遼闊。哇，我希望我可以一起到對岸。有水色的風太舒服了。旁邊的森林也好美，山也好美哦，整個湖面是碧綠色的，感覺水離我好近哦。我覺得我的速度開始慢了下來，我應該到不了對岸。加油，Go！少一點風阻。加油，可以吧？再一點。我抵達對岸了耶，教練！等一下，我有一種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感覺。喜的是呢，我沒有等待救援，自己就這樣滑到了終點。憂的是，這樣是不是表示我的體重你們猜得到了？教練，講出去就不好說，滅你的口，講出去就滅你的口。哎，不是。表示我體重沒有很輕，是不是？好了，我自己在台灣呢，曾經體驗過的滑索，全部都是在森林裡面。但是我有在國外，我在葡萄牙跟西班牙的時候，有體驗過一個飛越瓜地亞納河的高空滑索。那我覺得在國內是這種滑在水上的，真的是只有在明德水庫才有，所以你不需要出國，在我們國內，在台灣你也可以體驗高空滑索，是飛在水面上，是水行俠的感覺，而且這個湖色真的太美太遼闊了，這個絕對要來體驗的啊！來看看思達，應該是如果我都可以順利的到達對岸的話，思達可能會爆衝吧，以他的體重，他可能舉舞然後又彈回去，會不會？3、2、1 ，Go！ 拜拜！哇哦，下面超漂亮的。跟刚刚游湖的風景完全不一樣哎！哎呦，快到了！我是覺得我有點會卡住的感覺。啊！我卡住了！等一下，這不合理！道路救援，教練去救援我，不是英雄救美。教練好辛苦哦，
要這樣救我？怎麼會？你怎麼回事？怎麼會？怎麼会？教練本來覺得已經做好了要去救援我的準備，結果我抵達之後呢，2位教練就有一種就是 relax 鬆了一口氣的感覺。没想到你竟然，就是你竟然卡在中間，然後讓教練，原本教練已經準備打卡下班了，你知道嗎？教練，我可以成功滑到這邊的原因是，因為長得美、長得漂亮又可愛就到不了。好，那請問教練，我到不了的原因是？因為長得太帥了，又高。又無人能比教練還帥，所以你就到不了，需要教練。教練，你真是見人說人話哇，上書大人真機靈啊，說轉就轉了。風往哪吹，您就往哪兒倒。是。這邊的教練真的很可愛，但你感覺如何？我覺得很好玩嘞，而且平常我們像去国外玩都是在山林跟山林或是叢林之間。我第一次滑这種湖景的，我觉得很漂亮，很像鳥瞰。我剛剛覺得自己好像是空拍機的感覺，這個整個俯視整個明德水庫這樣。對，而且我覺得就算你有一點巨高，一點點恐高，我覺得可以放心的玩。我覺得因為很安全，很安全，非常安全，保險的工序。對，而且也是很穩定的速度在前進。但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挑戰哦，也是他們全新的高空體驗。還有？对啊，平常我們不是都騎腳踏車嗎？對。現在我們要在高空騎腳踏車哦。那我這次應該可以到對面了。不好說，不好說，不可能我還騎不到吧？難講，先不要發豪語好不好？去體驗看看吧。这踩起來是蠻輕鬆的。其實蠻輕鬆的耶。我覺得這有一種，我這一生都沒有辦法加入馬戲團成為特技演員，現在我做得到。這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就是一個你自己隨時可以快快慢慢，就有點像散步的速度。而且我很明顯我比你重很多，你看我。為什麼低啊？對啊。我難得可以看到你的頭頂哎，我覺得很好玩哎。那整個風景都超棒的。對啊，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體驗，所以是一種很放鬆跟很被呵護的感覺，好神奇哦！而且我覺得這個風景就是跟坐船遊湖完全不一樣的風，就可以慢慢騎。我看到漂亮的地方，我可以稍微停一下，看一下，繼續騎。然後輕輕的徐風吹過來，超舒服的。剛剛滑索的時候速度還是比較快一點點，所以呢帶一點刺激感、速度感。現在的話就是那種好像我是很愜意的在跟朋友緩緩的走在詩裡面，或是走在畫裡面，在畫裡散步的感受。我們可以邊騎邊聊天，其實這種感覺蠻棒的。對啊，如果你膽子大的話，你可以這樣子往正下方看，還蠻高的喲。可是因為他們安全措施真的都做很多層，所以我覺得是很安心的。哇塞，是不是有一點奇幻？對啊，在跟我們一起散步的是孔雀本人呢。孔雀隨時隨地就可以看到了嗎？我覺得這就是明德水庫生態非常豐富，一個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我們現在走的這座橋，就是剛剛老師跟我們介紹的。對，這邊是1號橋，但是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它叫做天長地久裡面的天長。天長橋好浪漫哦，有天長橋也有地久橋，所以它的2號橋就叫地久橋，有天長地久。我們現在要上的這座島就是日心島，也叫做愛情島。而且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子從剛剛我們的海棠島到日心島，就有一種在台灣本島也在跳島的感覺呢。哇，對啊，好新奇哦，在本島就可以跳島，而且愛情島這個名字超級浪漫的啦。對啊，我們到了愛情島上啊，除了感受這種 romantic 的氣氛之外，島上還有小動物，不止孔雀而已哦。哇，所以說還有其他很多可愛的動物嘍。那有漂亮的湖景，又有可愛的動物，這畫面太療癒了啦！太療癒了啦，跟着它散步也很療癒啊，請你帶路嘍，麻煩。帶我們跳島哦。好可愛哦！你好呀，你好有卡通感哦。对啊，真可愛。我們平常擼貓擼狗，你來到日心島上面是擼羊擼羊有沒有？
太奢侈了吧？擼你一下哦，擼羊。它跟貓一樣撒嬌，它用身體這樣子頂你，好可愛，那胖胖短短的。禮貌的部分，你說它短，它聽得懂。可愛哦，好小哦。1、2、3、6隻，一坨毛茸茸的。而且他们真的就是会跟着媽媽走，哎，对，媽媽往哪走，他們就往哪走。媽媽在幫他們找蟲吃的。它一翻，然後他們全部都是跑過去。對啊。在日星島上真的太療癒了，而且思達，我跟你說，除了有這麼多的可愛小動物之外啊，在日星島上還有一個全台唯一的湖中島餐廳哦。湖中島餐廳，但我們剛看完可愛動物，那些應該不是食材吧？沒有，並沒有這麼的直接，好嗎？我們在湖中島餐廳也可以享受下午茶，也是咖啡廳。另外呢，有很多的嚴選料理，我覺得非常適合好好的放鬆享受一下。這實在太奇幻了，我們要用餐了，然後洋洋在旁邊走來走去。所以確定他們不是食材。他們很像狗狗會，就是還會在旁邊蹭一下，想要我們餵它之類。但是這裡動物禁止餵食，不可以。但我覺得在這邊吃飯有點像是我們好像是那種白雪公主還是那種王子的感覺，在森林裡面還有大那個小動物圍繞。沒錯，因為上面啊還有這種樹影飄搖。除此之外，水色是若隱若現，在樹梢當中有一點點水色，這樣子緩緩慢慢的流動，而且呢映入眼簾。我覺得這個氛圍真的很棒。對，這裡真的很舒服。对，而且食材也非常的新鮮，以及呢，我覺得它的湯底好濃郁。我坐在這裡一直聞到我面前這一鍋東北酸菜鍋的濃郁湯頭。你也是東北酸菜鍋？對，你的香味已經濃到我以為我的才是東北酸菜鍋。對，就是它這樣子飄過去，是不是？這個東北酸菜鍋啊，是他們自己用客家人的方式去制作的酸菜，拿來熬煮的湯底。哎，你也可以喝喝看我的湯頭，因為我覺得它實在太濃郁了。喝起來的味道跟聞起來的味道一樣豐富又多層次，它很夠酸。如果你是喜歡酸菜鍋的人，客家人的酸菜做的真的是道地沒話說。它好開胃哦。對，我覺得喝下去之後，整個人就是很清爽的酸，然後而且我原本是香的，一下去覺得食慾就打開了，很開胃，然後會整個嘴有一種擴張，一醒了的感覺。對，整個醒胃了，口腔有醒胃的感覺。那我試試看我這個。我這個是他們也是自己熬的，自己南瓜泥打的南瓜鍋。但是它喝下去，那種很濃的南瓜香，這很好喝耶。這個南瓜鍋的湯底非常的鮮甜，對，它的鮮甜感很重。我覺得這個小朋友會超級喜歡，因為它帶一點甜度，甚至有點像是好像蘋果熬煮進去出來的那種感覺，就是很天然的甜，南瓜的甜。對，南瓜甜。哇，這裡的湯頭真的都好符合環境哦，因為會有自然原味的那種氛圍。这酸甘茶一入口啊，感覺整個喉頭都清爽了。思達是第一次喝吧？對啊，我第一次喝酸甘茶，好好喝哦。一開始聞是一個清新的果香味，對，然後喝下去之後，茶味慢慢散發出來，很濃郁，很有層次，哎，好好喝哦。我覺得喝酸甘茶的時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因為這是用時間養育出來的茶，而且美玉姐，據我所知，它是客家傳統裡面很重要的茶品，現在也越來越少人在做了，對不對？沒錯，因為酸甘茶它其實功法非常的繁瑣，
對，那待會再跟體驗的時候，我們再來好好跟你們分享。我們可以體驗嗎？當然，因為據我所知，酸甘茶其實要很費工，經過很多時間，但我們可以簡單的感受一下。當然，刚好你們的很 lucky 哈，就是現在就是要過年前有水果的那個，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要體驗的朋友，一定就是要在過年前跟後這個時候，冬令限定，對不对？沒錯。太好了，那我也要親手做一下屬於我們的酸甘茶。這就是酸甘茶的靈魂之一，對不對，美玉姐？沒錯，是酸甘，它顧名思義它很酸，但它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它叫做虎頭甘。你看是不是比較大顆？比較大顆，對，而且呢，它的皮呢又很厚，有點稍微小皺皺的。待會你打開這個洞之後，你就知道它的皮有多厚哦，要皮厚一點才能夠醞釀，就對了，才能經得起久蒸久曬。它的功法工序非常的繁瑣，對，繁瑣。溫妮姐可以嗎？你少在那邊，先把責任推到我身上。我跟你講，光是開肝你就不會了，好不好？對不对，美玉姐？不會，來，由我來教哈，大家都會很容易。那我們這裡有是專用的開洞器，我們斜的跟它有一點點。給它稍微用一點點力，這樣子就鑽進去嘍。從頭嘛，對不對？對。那美玉姐，我們講說這個是客家傳統的智慧，為什麼說它是智慧呢？我們酸甘茶這個跟我們客家人是特別的有關係，因為苗栗都是丘陵地，所以呢，我們基本上我們過年的時候就會先採下來放在我們的那個供桌上拜拜用的。我們把最好的水果呢，我們來拜拜，拜拜完之後呢，10天8天或是半個月之後拿下來，那它已經經過消水，那經過消水之後，我們才會把它拿來制作酸甘茶。對，因為虎頭甘它酸甘，顧名思義很酸，但是它還是可以喝的。所以它跟其他的柑橘類比，虎頭甘本身單吃的話可能會比較偏酸，所以就發展出說我們又有這個水果，對，我們也不要浪費，又可以拜拜，對，所以是客家人把生活還有我們生活裡面的農產做結合，發揮它最好的效益，東西不見得原本那麼好吃，可是我們可以把它變好吃。是的，所以說這就變成我們的文化。打開來了嗎？對，打開來了嗎？那現在呢，借我這3根手指頭，把它皮肉分離。皮肉，对，你要用大拇哥的力氣把它邊轉邊分離整個都已經挖出來的，對不對？那我們再用我們的這2根把它帶出來。把果肉全部帶出來。很難有點難，對不對？我覺得我明天已經爛掉了。等，沒關係，爛掉沒關係。你蠻厲害的，所以你指尖很有力耶。是，哇，斯塔呢挖的蠻徹底的耶，空如也。就是做酸甘茶的料。哇塞，跟你說比較需要力氣，出火比較適合。我覺得那個好吃，指關節好痛哦，美玉姐。是的。來，我們下一個步驟呢，我們就是要開始裝茶葉嘍。好，我們來這邊準備的呢是叫做有機咖巴茶。有機咖巴。對，裡面呢我們有加了洛神、山楂跟菊花。所以酸甘茶你要塞進什麼樣的茶葉，以及你的茶葉要調和什麼風味，其實可以自己決定的。對的，沒錯。所以呢，酸甘茶它可以算是叫做百家味，每一家做的都不一樣。我們塞的時候，我们盡量是往旁邊塞哦，往旁邊，盡量的置入，飽滿當當的哈，對，往旁邊。對，是因為塞得飽滿的，它才能夠吸取虎頭甘的精華。是的。這樣，對，這樣夠用力嗎？有感覺，的意思。我的頭不見了。是，要給它固定，中間要固定。太用力，對，中間要固定。變打陀螺。OK，這樣子平均了。你看，很棒。
棒哦，很棒很棒我。的好像也不错，是很好啊，很好这样子就可以拿去蒸了。对。美玉姐她9蒸9曬之后就变成像这样对，这就是我们的客家黑金。哦，变非常黑，轻哎，变轻变香，是变得好香哦，然后变得黑黑的、干干的。对，那我們現在呢會準備了一個撞茶的袋子。撞茶，所謂的撞茶為什麼叫撞茶？就是把它茶跟皮分離，而不是隨便亂敲。但是你是真的亂敲，我也是可以的。是你想要發現一下，你先給你吃一顆糖，對，然後再鞭策你。是，你可以亂敲，但是你不可以亂敲。是。那我們先那個把它立起來。哎，這邊這麼大力，再來，這麼大力，再來，好像還沒裂，有沒有聽到？有沒有聽到裂的聲音？來，好香哦，太迷人了吧，這個風味。那味道直接散發出來。對，是的，所以有點像敲那個竹筒飯，是不是？是，來，好，這邊敲完，對，好，哦，有一個清脆然後裂開的聲音，是有裂的感覺，有，我聽得出來了，有羞誇，有羞誇，對，啊，哇，好香哦，裡面就會變成有點像那個碎炭的感覺。是，我們要把它倒出來，對，差不多了，可以，哎，是，哇，很棒，我找到我的專長了。是，來，現在我們就可以比較大塊的地方，我們就多裝一些，對。但是像美玉姐自己是2代傳人，這麼辛苦，需要這麼多工序的，為什麼你會想要接班呢？應該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價值，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說酸甘茶是那麼很多人完全連聽都沒聽過，所以我慢慢的推廣，所以我們才會有了這一個的茶空間。這個茶空間呢是專為酸甘茶設計的，就是你看我們就是酸甘茶的體驗館，讓每一個客人來到這邊，他知道酸甘茶怎麼製作，到後來回去怎麼喝，我們把它變得很有趣，很有價值，對，很有價值。對，所以你心裡還是有一個客家女兒的使命感。對，慢慢的找到自己的一個使命，對。蝴蝶結綁好，這樣就可以帶回家了。是，哇，好有成就感哦。對呀。所以，我們今天雖然只是短短的體驗，但是就可以感受得到酸甘茶它在制作的過程當中，其實是有很多客家精神在裡面的，對不对？這個當做是伴手禮，真的非常的獨特。但經過這些體驗，我覺得我捨不得喝哎。有一點。對啊，太辛苦了吧。但是喝了還是對身體很好的，還是要好好品嘗。哦，薇姐，你的水庫真的太好玩了啦，我都捨不得回家了。捨不得回家，那就留下來住一晚啊！你看，我已經挑好了這一間住宿，這間住宿直接正對着湖畔，有沒有湖光山色進入眼簾？哇，這竟然還有這麼棒的住宿哎，這樣我們就不用急着說玩太晚就要趕着回家。而且我剛幻想那個畫面。哇，太夢幻了吧！沒錯，就徜徉在這湖光山色之中。另外，你看這一棟建築是不是很古色古香，很有中式古典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它結合了自然的景色，還有一點人文的情調，住在裡面一定非常享受的。感覺超有 feel 了。嗨，你好。你好，歡迎光臨水漾月明度假文旅。俊傑，你這邊從外到內都有一種很文雅的感覺。在外面，我跟思達看建築，我就覺得非常有中式的建築之美。走進來之後，有好多的工藝作品哦。是的。其實苗栗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很多藝術家他們都喜歡在這邊建設他自己的工作室。其實我們飯店的前身是教師會館。那這些創意的老師呢，他留的一些他的藝術的作品，希望我們可以提升我們這邊人文的氣質。琴棋書畫修身養性的氛圍，謝謝，對不對？而且在這麼多作品當中呢，真的是我剛剛說的琴棋書畫，除了琴棋沒有之外，書畫都有哎。是因為原則上，我們的藝術家老師他們在針對他們不同的一些工具，像立體的話，像苗栗的木雕。這個部分是非常有名。那除了木雕之外啊，我們特別跟故宮請他授權導入我們的一個書法的作品。
跟故宮合作，这个听起来是我们把就很厲害1:1的還原。這幅作品呢，它的全名叫做《農方詩卷帖》呢，這個是當年宋朝的宋徽宗皇帝呢，他寫的就是遺留下來的最大的一個墨寶。這個其實在敘述的是他皇宮的後花園的一個美景。那這個美景的話，其實我常常會跟我們來住宿的貴賓做一些互動。我會考小朋友，那個詩要怎麼念？你要從左到右念，還是從右到左？要幾個字一句？考小朋友，小朋友，所以考我這個400多個月大的小朋友。以往讀的詩都是5個字，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嘛，所以應該是農一二爛亭，靈山醉，但是笑什麼意思？靈山醉俠寺，哎，這寫的不太好，沒有押韻哎。哦，沒有押韻，對，寫的不太好。是。好像也合理耶。對啊，我來做解答啦。就是我們念法當然就是5個字一句，這個沒有錯。但是我們就是直的念哈，我們會變成農方一翠二，患難一瓶中。哦，這個講的是早上哦，起床的時候看到後花園，哇，耳目一新的感覺哦。林露沾如醉，殘霞照絲絨，丹青難下筆，造化獨柳工哈。因為他這個皇帝書法跟他的就是畫圖這個部分他都非常厲害，但是他發現。那個時代沒有照相機，對他沒辦法就是1:1的還原他現在看到的美景，所以在感嘆這個大自然哦，他留下來的這些美景真的是太厲害了。但這個非常經典，因為我們在歷史課本上面有看過那個宋徽宗的瘦金體嘛，就非常經典的，真的是把課本上的東西也帶到我們旅遊生活中了。是的，你有沒有發現它上面蓋了很多章？它那個章其實等於是它歷代的哦，它各朝代的收藏家。哦，他們就會說，哎，看過了，他希望留一個紀念，所以他蓋了一個章，按讚。對，所以就有點像現在我們的 FB 或者是 IG 我們會按讚。對，那裡面最大的2個章哈，其實就是從那個清朝的乾隆最喜歡做這件事，所以你看最大的2個章，第一個那個最大的是他70歲的時候蓋的，他看過，然後後面尾巴那個是第2個大章，是他80歲的時候蓋的。就代表說，哎，你要蓋的，對，他已經不知道按了2次讚是收回的意思。對，他就說，哎，哦，原來歷史的潮流，雖然它並沒有留下非常非常偉大的墨寶，但是它也隨着這個墨寶的這個痕跡留下來，讓我們知道說，哦，有宋徽宗跟乾隆，哦，他們的痕跡足跡留在這邊。雖然很古色古香，可是還是有非常多走在科技前端的地方哎，整個超方便的。對，我們希望營造的一個就是在我們宮廷式的建築裡面的現代化的一個享受。那我們同時也有準備很多不一樣的設施，那希望可以來這邊住宿的貴賓可以多多體驗，還有我們的腳踏車，親子遊戲室還有我們的汗蒸幕，這個都可以讓大家一起。汗蒸幕，等一下去房間放好行李之後蒸一下。那當然嘍。採光也太好了吧！明德水庫的光整個從窗外灑進來，而且這個空間很寬敞哎。一開門看到這 view 我就嚇到了，然後這前面這個是算交誼廳了吧？好大一個，不是玄關而已。對，一般是玄關，它是玄關加上你說的有點像交誼廳，可以在這邊喝茶、聊天，慢慢的享受，而且這個湖景真的是100分哎。對啊，這個整個 view 都在這裡就可以看得到哎。你想，我們說在床上可以很耍飛這樣，然後放鬆看着這個湖景，超棒的。對啊，它不但是正對湖景，甚至是飯店本身前面的一些木棧道、小水池的造景，都可以映入眼簾，所以就很有層次的感覺。第1層水色，第2層水色，而且不只是在床上，你看它還設置了這張貴妃椅。哦，對，你可以很 chill 在上面看風景，而且可以從早看到晚。對，從霞光、晨光一直到日落的時候，就像宋徽宗一樣。哦，完全可以體會他那時候的意境。真的是100分。
暖乎乎的。對啊，好舒服哦。快睡着了。哎，這個汗蒸幕啊，跟一般的汗蒸幕還不太一樣，它是有點個人化的感覺。因為那種個人那種湯屋的概念，就是可以跟朋友2個人其實剛剛好。對，而且它把湯匙放在旁邊，所以呢，你可以泡一泡湯，洗一洗澡，然後再進來享受這個溫度上面給身體的促進循環的這些享受，我就覺得哦，實在是舒壓的好方法。對，而且它旁邊那個如果沒有人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放冷水，這樣就有三溫暖的感覺？哎，好像是哦。對，不一樣的玩法，不一樣的體驗。对，可以讓身心舒暢最重要。对。這邊的話呢，我們選好我們的分量，那选好选定之後，我們只要按開始就可以了。它這個五花肉，它就是它這個調味料基本上真的是把 AI 人工智慧發揮到極致哎！而且一開始我以為機器人炒出來，它只是把它拌在一起而已。可是它炒起來蠻有樣子的。對啊，調味什麼的也很到位，聞起來是非常香的。水準之作啊，是好吃的。魷魚是 Q 韌的，豆乾是鬆彈的，肉也是香的，芹菜是脆的。但我覺得也是人設定的好。對，我覺得應該是調味的好。對。而且我覺得它再怎麼好吃，也沒有辦法取代人，因為你看看我們其他的料理，這麼美的擺盤，那都是要主廚在才有辦法，因為機器它只能拌炒在一起，對不对，主廚？所以還是要有像主廚這樣的人物在，才可以幫我們裝點出這麼多的精緻料理啊！再注入靈魂，注入靈魂。你看看這條魚，哎，你是魚達人，哇塞！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青蜞弄成這個樣子，你一看就知道它是青蜞。對，當然我是有在釣魚的人，所以一看就知道。這只青蜞我們是用這個我們苗栗這邊龍鳳漁港，它就是新鮮青蜞魚。然後我今天用的料理方式呢是用2吃，它一個是用比較日式的手法，用日式鹽烤，然後一個是我們中菜的川味椒麻。很嫩，很好吃啊！我完全吃不出來你說的什麼，魚騷味、魚腥味。我覺得真的是人的問題，因為像我們一般處理，我們只是輪切，可師傅真的是有日式底子，他就用3枚切的方式把肉都片下來，做出的魚挑得很好。它是有油脂的，它不会像我們有些吃那種秋刀魚吃下去有點乾柴，它是油脂是遍布在肉上面，所以你肉質是 Q 彈的，然後更有油脂这樣，咬起来很香，对，又香又嫩。吃吃看这個川味的，是，川味椒麻，這個超開胃，不得了，白飯要來了，白飯必須得上。它光聞那個香味就已經很香了，而且裡面呢也還是充滿了非常豐厚的海鮮香氣。就雖然用這樣子的方式，外面是酥脆的，口感口味也比較重，可是它單純的魚香還是沒有被蓋過去耶，非常的好吃。對，而且它用那種有點稍微酥炸過的方式，外酥內嫩。另外有一個很美的擺盤，它看起來是甜點，像水果塔那樣子，可是它裡面有蝦仁哎。我們是以水果入菜，那主要是苗栗斯坦這邊的桶干。這個嗎？桶干。對，桶干，然後跟蝦子還有那個薯泥去做結合，是很在地很棒的食材。它非常的沉甸甸，对啊，很扎實哎。拿起來的時候覺得重量好重哦，哇，這個。我不知道從何聊起，又想要吃到桶干，又想要吃到蝦仁，又想要吃到米。如果都要吃到的話，這一口真的要很大口。這個桶干它的酸味很淡，但是又不是說完全沒有酸味，可是它就是不會太酸。對，入口的時候是很溫柔的。對，而且一開始我有點擔心說它會不會就是有點突兀的存在，但是它吃進去之後，那個桶干有點稍微酸甜的感覺，把那個蝦子海鮮的鮮甜味帶出來，對，我覺得食材層次就更好了。而且餅皮超級好吃，
餅皮咬下去是非常的酥，可是沒有掉屑，表示它其實也很扎實。是，反正2位可以品嘗一下我們的這個艾草的養生雞湯。艾草一般來說很少人會拿來入菜，因為它有苦味。所以要入菜的話，要想辦法去除它的苦味，才有辦法入菜，要不然是沒辦法入口的。難度比較高。對，因為它太苦了。那你怎麼去除苦味的？可以透露嗎？這個秘密就不可以看來是滿满的巧思，我们用喝的喝看看。对，有找到自己的方法。对。它還是會有一點微微的苦，但是已經沒有像原本艾草那麼強烈的一個苦味。但是你說的苦，它我覺得是有點苦乾的，就是你它會慢回甘的感覺。对，就像思達說的，它的苦味很淡，但是其實那個苦會淡到是幫你提甜的，對你就是喉嚨很順的那種感覺，這是很大人氣的，難怪主廚不敢透露啊。是真的有獨特的巧思。对，因為是珍貴料理。